嗨，我是老景。我其实一直不太想在视频里面讲关于我初恋的事情，因为我很害怕他本人刷到。这次决定讲的话，索性我就跟他本人要了一个许可，也算是岁月在磨平我记忆之前留一个电子存档吧。我的初恋比我大1岁，就叫他东哥吧。那年我在上高考复读班，因为学校一个事故，阴差阳错的就休学了。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房子，每天除了在出租屋里面自己写写卷子的话，就是去网吧上网。我和东哥呢，也就是这个时期认识于微博的一个同性群组。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会发一些自己的照片，东哥也不例外，他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很正经啊。但是你能从他的角度里面看出他还是花了一些小心思的。好奇东哥长什么样子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开心麻花的高海宝，基本上一模一样。我就给他私信说要一个联系方式，东哥他也是非常痛快，就直接给我了。那个年代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，开门第一件事还是要问那一串神秘数字。我就问东哥说你是什么型号？东哥表示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我也很诧异，我说你听不懂的话，你为什么会进这个群组呢？东哥反问我说这个群组不就是个普通的交友群组吗？为什么不能进来？我就跟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男同群组。我以为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，大概下一步就是互删，这个事情就结束了。但是东哥没有，他反而经常有空的时候就在跟我聊天。东哥当时在长春读大一，机械专业的理工男，他的话非常多，每天会跟我分享他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什么学校这样啦，或者同学那样啦，都会跟我分享。反观我每天不去学校，除了跟网管说加钱或者到饭店里面跟人家点一份盖饭之外，一天到晚再没有别的话可以说。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待着，甚至需要通过自言自语来确定我自己还会说话。所以跟东哥打个电话也成了我那段孤单日子的唯一一点慰藉。聊得慢慢多起来，我也就跟东哥聊一聊我之前暗恋班上直男的事情，也会给他科普一些圈子里面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是一，什么是零。他每次听到都是反应是啊，还能这样。我看他对这种话题的接受度还比较高，我就慢慢的在话题里面加麻加辣，我想试一下他底线到底在哪儿。他越是表现的害羞，我就讲得越来劲儿，直到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那你要不要跟我谈一谈，试一试这个感觉呢？我是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讲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东哥他没有拒绝我，他只是说那等到你高考结束之后再说吧。在我们分开很多年后，我跟东哥谈论起当初这个事的时候，他还跟我抱怨说，当初要不是因为遇到我，他可能就安安稳稳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了，是我这个负心汉毁了他一生。高考结束之后就是估分填志愿，然后等分数。我因为当时一个学期没有去过学校，所以不出所料，成绩刚刚是摸到2本线。想要考东哥他们学校的话，分数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我就索性干脆选了一个南昌的3本学校，但是选了跟东哥一样的机械专业。学校选到南昌是因为我暗恋2年的那个直男在南昌。其实在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就注定跟东哥走不到最后了。东哥当时是一个聊了几个月素未谋面的网友，另外一个是明知没有可能的直男，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后者，说明在我的潜意识里面，我根本没有把东哥放在第一位。高考这些事结束之后，东哥也没有吊着我，就直接答应跟我在一起了。高考结束也意味着身上的链子终于解开了。东哥作为我第一个正式谈的男朋友，我当然也不希望他只是一个网恋，所以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，我就跟家里面出了柜，然后急匆匆的跑到长春去找东哥奔现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出省，所有的东西都很新鲜。我站在一个完全陌生城市的火车站，看着那么多人流，其实是有点紧张的。我一直在看东哥到底在哪儿，因为他答应过要过来接我，一边打电话一边找他，在人群里面找了很久才终于看到他。东哥那时候染了一头并不太适合他的黄毛，跟照片里面也不一样，所以我好一会儿没敢认。真到看到他的时候，才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娇小一些。我本来个就不高172，他比我还要矮一点点。我心里就在嘀咕，哎呦，原来东北人不全是那种高大类型的。那个时候正值暑假，东哥为了等我特地留在长春没有回家，他带我到他们大学旁边的小旅馆去住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30-40块钱一晚上，那个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空调，除了一张床之外，只有一台大头电脑加一个立式的电扇，
就连卫生间都是公用的，洗澡的话还要东哥带我去旁边的那个大众浴池去洗。现在看来的话，那个条件相当差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第一次能毫无顾忌的谈恋爱，和自己喜欢的人同处一室，那个激动的心情盖过了所有的东西。一个过去几个月只能通过网线联系的人，现在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时牵他的手，把他抱在怀里。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晚上两个人躺在那个床单很旧还有霉味的床上，我想把东哥搂到怀里面。我能感觉到他有一些不好意思，稍微有些抗拒，因为他之前只谈过女生。东哥从认识我以来就事事都迁就我，有时候我会跟他提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，他也会慢慢的照单全收，哪怕这个事情他当下觉得为难，做一下心理建设，他还是会答应我。关了灯之后，只能看到门缝里面透进来的光和旁边那个破电扇嗡嗡的声音。当时夏天也是非常闷热，那个电扇其实管不上太大用处，但是两个人就是抱在一起也不愿意撒开。我一边躺着一边幻想我们两个人以后的生活，到我们大学毕业找了工作住在一起，每天早上在卫生间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刮胡子，这种小说里面的场景我都想了个遍。东哥他这个人很外向，他带我到他学校旁边经常去的小店吃饭，能非常自然的跟老板娘拉起家常来，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想学但是又学不会的东西。但东哥又是个心大的人，长春是一个汽车非常多而且开车开得非常快的城市。东哥这个人每次横穿马路的时候都非常的草率，看到空就直接钻，而且他哪怕在沿着马路两个人这样逛街的时候，他也会不自觉的走到马路正中间去。我是非常不能接受这种安全意识淡薄的行为，每次跟东哥在一块的时候都会把他揽到我的右手这边靠里的一侧。东哥会乖乖听话，但是嘴上又会说其实没事的。东哥的话某些方面的运气也非常不好，每次想跟我有一点亲密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旁观者在旁边。某一天我们逛完回宾馆的时候还在开房间门，他那个房间门还是上锁的，要拿钥匙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哥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的想要突然上来亲我一口，他搂着我脖子正准备亲的时候，这个宾馆老板正好从旁边路过啊，东哥的脸刷一下就红了，他赶紧把我拉进房间，然后把门关上，问我说刚才老板应该没有看到吧。东哥对我的迁就在各方各面，我那个时候喜欢看银魂，他就跟我在宾馆用那个大头电脑一起看。我喜欢玩 DNF， 他就跟我去网吧一块打，虽然他自己也不会打。但是回头想想，我其实到现在一直都不知道东哥他自己到底有什么爱好。我跟东哥在一起住了大概10天左右就回了家，期间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时不时打个电话联系一下，聊一会儿天。我是我外婆一手带大的，她从我出生起就在我们家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爸不经常在家，我妈工作也忙。在我出发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，我外婆突然因为心脏问题就病倒了。我外婆在过往的10几年都非常的健康，甚至在她病倒的当天中午还给我们全家做了饭，下午还出去赶大集。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也非常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爸妈说还是让我按时去学校报到，我爸陪我去，我妈的话就留在家里面跟几个舅舅一起在这边照顾我外婆。在我出发去学校报到的路上，我妈打电话说外婆情况稳定下来了，我也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进入大学之后，社交突然就多得顾不过来，又要熟悉环境，又要参与班级活动，参加社团，认识很多人，接触很多事。我跟东哥的联系频率也越来越低，有时候可能一天到头我都想不起来还有他这个人。想起来的时候跟东哥打电话，他也完全没有要责怪我的意思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在那边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。开学差不多1个月之后，我突然接到我爸给我打的电话。我爸正常来说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，他一打电话准没有好事儿。电话那头他跟我说你回家一趟吧，姥姥她不太好。我就赶紧去机场买了机票往回赶。在机场接我的是同事回来的表姐夫。那天其实时间还早，但是表姐夫带我去旁边附近的酒店住了一晚。我说今天明明还可以回去，为什么要在这儿住一晚？表姐夫就跟我说也不用太着急，明天回去也一样。等我回到村子里面，看到那个熟悉的大门上贴了一副非常刺眼的红色的挽联。我从那个大门走进去，迎面过来是我妈。我妈明显是刚刚哭过，她声音有点抖跟我说姥姥不在了。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，就只感觉到有些恍惚，
视线也开始失焦。我以为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大哭一场，但是当下完全哭不出来。我从大门走出去，走到村子里面的路旁边，这是我这1个月以来最想给东哥打一个电话的时候。电话接通，我能听到对面东哥接到我电话，他也很高兴，他就自顾自地开始分享起了自己的生活。我没有说话，我一直等到他有一个说话的空档，我才跟他说我外婆不在了。东哥停顿了几秒，他说了一些简单的安慰的话，然后又开始兴致勃勃地在那边讲他自己的事情。这个时候我只觉得他说的这些话非常刺耳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。我心里面全是烦躁和失望。我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给他打电话，但是我没有得到一个我想要的结果。从那之后，我也非常不想跟他再打电话，因为每次跟他打电话，我都会想起我最难受的这个时刻。但是那一天，我到底想从东哥嘴里面听到什么样的话，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之前从长春回来之后，东哥就跟我约定说，下一次放假的时候，他也要从长春到山西来看我。在东哥的眼里，我去大老远的找他是情谊也是诚意，他也必须要用同样的诚意来还给我。但是在这个约定兑现之前，我就已经对东哥没有太多的感情了。但是我又不想作为爽约的一方，所以我选择了最自私的处理方式，就是用冷暴力不理他来逼他自己取消这个约定。但即便是我对他冷暴力、频繁的失联，对他爱答不理的时候，东哥也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一个字，他还是按照约定来山西找我。俗话说见面3分情，在真的见到他那一刻，之前跟他在一块的种种也一下子回到了我的脑子里面，我对他的感情也又点燃了一些。我在火车站接到他，带他一路坐大巴回到了我家，他非常细心的选了特产带给我爸妈，礼貌大方的跟他们聊天，我爸妈也非常的喜欢他。起初几天的话，我也带他在县城里面逛一逛，但是县城实在太小了，也没有太多可以玩的地方。但是我慢慢的发现，我对他的感情确实不剩多少了。我非常自私的不想自己提分手，因为他大老远的来找我，住在我们家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提分手的时间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提了分手，那么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相处？我选择了最残忍的处理方式，就是在他住在我家的时候继续对他冷暴力，忽冷忽热，或者干脆把他晾在一边。东哥把我这些东西全部看在眼里，但是他没有跟我抱怨过一个字。就这样熬到了他要离开的日子，我把他送上火车的时候，他只跟我说我走了，没有说再见，也没有说其他的。这次分开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互相联系过。跟东哥分开之后，我又经历了好几段关系，长则2-3个月，短则1-2个月。最后一次分手是我被别人甩了，分手分得很突然，对方没有说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，他只说不想在一起了，之后也就联系不上了。当时正好是寒假，我每天捂着头在被子里面哭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多年之前被我残忍对待的东哥，我突然就理解了当时东哥应该有多难过。板子不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是不知道疼的，这也算是报应不爽。分手几年之后，有一次我在翻微信联系人的时候，发现东哥还躺在这个列表里，也不知道哪条神经搭错了，我就想给他发一条信息。我以为我会收获一个红色感叹号，但是没有，消息发出去了。隔了没多久，东哥就给我回了消息。他给我回消息的语气好像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。那天我跟东哥聊了很久，也聊了当年的事情。东哥告诉我说，那年他从我家回去之后，没过几个月，他在学校门口横穿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断了腿，打石膏住院住了很久。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的那个愧疚感就跟决了堤一样。我在那儿很久没有回他消息，偷偷在旁边哭了一会儿。但是我回他消息的时候，还是跟他说，你看吧，我当初我就说你过马路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你从来不当回事儿。东哥跟我说，他跟我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一个困在淋浴里面的高中生，周围除了他没有别人，所以我对他会有好感。但等我到上大学之后的话，认识了很多新人，对他渐渐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。我对他没有了新鲜感，烦了倦了，就想把他蹬掉了。我没有什么好反驳的，因为事实就是如此。我跟东哥说，我妈每年回家的时候，她还是会念叨起你，说为什么我不跟你来往了。
我说我跟我妈说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，怎么可能还在来往？我妈就总说分手了怎么不能来往，还是可以来往的呀，当朋友也是可以的。东哥就跟我说，你看叔叔阿姨都比你要惦记我一些，你替我向他们问个好。东哥后来告诉我，在跟我分手一段时间之后，就遇到了她现在的男朋友，两个人的话过得也很幸福，算下来到现在的话也10来年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话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了，好在他没有再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烂人。最近2年过年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跟东哥打个视频拜个年，他也会在视频里面跟我爸妈拜个年。东哥过了这么多年，依然是爱分享，过年的时候巴不得把这一年的事情都跟我讲一遍。她公司的事儿，她跟她男朋友的事儿，她爸妈的事儿，我也会跟她讲我现在的身边的事儿，以及我跟星星的事儿。这么多年的话，我一直欠她一个道歉，但是道歉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伤口的话可以通过时间弥合，但是这个疤永远抹不掉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东哥他也明白。东哥能原谅我，不是因为我值得被原谅，是因为他人太好了。犯过的错，无论做什么都是没有办法一笔勾销的。我能做到的只有说不要再犯错了。所以珍惜眼前人才是我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做情侣号以来，经常会有人问我说，我跟星星这么长久，有没有什么秘诀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秘诀，每个人都是一座冰山。大家常说冰山一角，你们看到的只是我现在的为人和性格，但是水面下那些不光彩的过往才是堆砌这一切的基石。这次我跟东哥说我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他也是非常痛快就答应了。当年的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是过去15年了，东哥却还记得很清楚。我跟东哥说我还欠你一个道歉，东哥说那就一直欠着吧。